me Mario。今天我们来到受邀到超级小杰一个千万级游戏大 UP 主家里，帮他去做一个家庭储能系统。这位是这个做家庭储能系统的产品的公司的老板，然后小杰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对对对，其实就是想实现不断电嘛，就是停电了也不影响这个直播，所以就只能做这个储能，直播几个小时，就算断电了也能够正常维持，不能吵，因为吵的话你麦克风都收进去了也没法工作，主要就是这方面需求了。我再来复述一下，就是小杰他家里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就是它有一套市电，一部分是由国家电网这边在负责的，就是大家所有人大家用电一样。另一套呢，它是自己的光伏。然后之前小杰不说，可能你的观众有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有光伏的情况下，这里也会停电？对，因为这两个系统都是并在负载上的。多数情况下，你的光伏的发电如果够的话，电网的电就少用了一些。然后呢 ，RESS 是加在这两层之间，然后加在这个负载之间的，它是负责一部分的存储，比如说通过市电也好，或者通过你的光伏也好，把一些能量储存起来，比如存个10多20度电。那这一部分，当你彻底断电之后，你的这个电池能对负载来说，就相当于是一个外部供电的。对，它就组合了一个完全离网的系统，一个小型的微网系统就出现了。你可以自给自足。对啊，不再依赖于外部的光伏也好，不再依赖于外部的这个国家电网公共的这种电网资源。对，你完全可以打造自己的一个能源生态。对，所以回答你的有些观众的疑问，就是如果你想要有光伏发电的情况下不断电，必须有一个储能。大概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个水箱，下面在漏水，对吧？上面我如果说不给它加水，很快就漏完了。如果这个水箱是空的，你自然就没有水可以放。但是如果说这个水箱有水，它就能满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又有水进又有水出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出水要大于入水的速度，基本就可以这么理解了。你比如说晚上光伏发不了电，它就没有电。对，或者是说白天你的光照情况不好，对，你的负载大于你的发电，储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因为你缺的就是这一块，一个池子嘛。对，储能给了你更多的选择，让你能控制这个能源。小杰也不愧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游戏主播里面对技术玩的最明白，至少我现在看到。他我觉得就不应该算游戏主播，他就是被游戏耽误的科技主播。我们做 RESS 可能要把它更多的需求覆盖进来，不仅仅是它的这个直播这么一点点需求了，包括它这个地方的照明，还有所有的空调，全部都要覆盖。就是因为我们要接管它的能源，所有的这个能耗，对，全部接管。就是单讲 RESS 的话，它只是家庭储能，对。但实际上小杰的需求在储能之外，也要不间断电源，它还要把光伏接进来。也就是说，这套储能不是从市电把电存进来，而是动态的负载均衡。就比如说发电，你的光伏板发电过剩，可以把这电留起来。对。像小杰之前的那个方案，就是光伏这边也发着电。电网这边也供着电，这两个都接到负载上。就是光伏如果发的电过剩，它利用不到，没有一个设备给它存起来。其实我们这个 RESS 其实是个大电池，就是电过剩的时候就可以存起来。对，晚上没太阳了，你就可以从电池里取电，来供你这个。它的这些负载其实都是一些对电能要求质量比较高的这个负载，比方说它的这个电脑，我看到有2台，一台是负责推流的。还有负责这个打游戏的。对，这个小杰家里三四层得有将近10几个机位吧，它每一个机位其实都要尽量的满足它不要掉电。这个东西不像说充电器一样插上就好，它远没有那么方便，所以一定是要专业人士出专业的方案。那个小杰，你是怎么知道 RESS 这套东西的？就看你视频嘛。哦，你是看我，真的是看我，就是你小白鼠的视频。对，我就是很早看你那个视频，然后看你介绍你的工作室啊。然后其实我一直知道这类的东西，但是我最早是不知道这个品牌，我是看你的视频知道这个品牌，然后我就一家一家尝试联系嘛。我最先是联系的国内那几家比较大的，对，然后都无法解决我，然后就尝试着来联系你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逻辑不对，这能播吗？播出来好像会起反作用。你看我们视频也介绍了公司，也介绍了产品，然后你先去找大厂。因为我当时最先是自己去搜，我发现都是面向海外的，我也找不到一个国内的这个联系的渠道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才去找那些大厂，因为那些大厂它至少有个联系方式，有个当地的什么对。其实看我们就是 AK 你那个视频来找到我们的厂家那个用户还挺多的。
我相信国内像小杰这样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的。目前就有很多，主要是2方面，一方面是他们找不到相应的公司，人去解决，他找到的可能像我之前一样，只卖给你设备，那怎么办呢？他不会弄呀，啊。第二个是，这个东西目前的一个成本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他有些划不来，对。但说实话，AK，你的基地，我们早就做过实验，对，就是我们基地实际上，因为 Peter 是我们老板，对。然后我们基地那台 RESS 实际上就是早期的他们一个试水，因为他们之前这个东西方案也是出给海外，对吧？主要是海外，想在国内也尝试一下，因为 Peter 他们知道国内需求没有那么大，对，但是呢也想试一试，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个小白鼠。AK 当小白鼠已经当了有1年，快2年了，对，效果还是不错的。有一次就是说，因为我们那边 RSS 只接了地下室我自己的工作室的负载，有一次真实情况就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停电了。但是大家那其实跟我这里情况很像。对，我们只要保敏感的地方就好。对，所以就是当时掉电了之后，我完全没感知，直到同事下来就说没电了。其实这种 RESS 的介入就是要让你无感。Peter 他们是做那个 RESS 系统的一个厂商嘛 ，Peter 原来就是搞电池的，做过很多，一直做了电池这样，而且做了10多年了。而且我们日常使用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好多产品的电池的早期的测试选型就是他搞的。所以他是相当于在电池行业算是专家，他就是专家，不是相当于。所以他后来自己做了这个储能系统，也是看好了这个咱们国家将来发展的这个对能源这块的需求。所以小杰他的方案，他的光伏方案已经其实蛮完备了，我们看完之后，只是说现在他缺一套储能的这个方案。储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要在这种电力不稳定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在这种有峰谷的这种情况下，它做一个缓冲。像一个水池子一样。那小杰这边呢，它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要保证它在直播的时候所有的设备能够正常的工作。然后它所有的直播设备呢，又是用电需求比较高的，有这种电脑啊、显示器啊，还有这些其他的采集设备。所以说我这边给出了2套方案，一套方案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会有一个 UPS 介入不间断电源来供它的主机、电脑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担心这个电源的这个波动可能会导致它的主机比较敏感，对这个变化比较敏感。这个跟你的那个情况比较像，因为你那儿有服务器。然后第2套方案呢，就是我们不用 UPS， 因为其实我们的 RESS 的那个逆变器本身它就有 UPS 的功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不用这个在线式的 UPS 就能够实现。UPS 本身它也要消耗能源，同时呢它还有一定的噪音，它有可能是放在你的主机的旁边的。这个噪音可能会对这个小杰的这个直播环境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看到他的主机也在他的这个直播间里，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到时候都对比一下。如果不用 UPS 不引入一个新的耗电的这样一个设备，同时也不引入新的噪音，我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说明 RESS 本身就可以把整个小杰的所有需求都解决了。这样是最完美的方案。对，我们在最后2套方案里面都会去尝试去验证。然后这里呢再说一下这个 RESS 和 UPS 的这一个区别。其实 UPS 是早期用在这种数据中心，还有一些民用的这个电脑上，就那个时候如果电力不稳的话，大家会挂载一个 UPS， 永远不要去断电。但是这个 UPS 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我的这个设备不要去断电，而不是说让它成为一个能源存储的设备。对，它能存一点，它能存一点，但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备电，而不是去做这种，比方说你有光伏，你还可以存一些电，再发出去。它不做这个，它主要是为了备用。但是 RESS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区别，就是它可以把一些多余的电，或者说一些便宜的电存在我的这个电池系统里面，在你需要的时候再发送出来。你既可以发送给自己用，也可以回馈到电网去，获取一定的收益，因为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电价的差异。这个是 RESS 和 UPS 最大的一个区别。我来总结一下，你看对不对啊？ UPS 在讲究的是不断电在线，对，然后 RESS 重点突出的是存储。行，那我们就预计反正2-3天内把这个改造还有这个安装最后调试验收全搞完。对，行吧，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动工。开搞。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类型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摆放的。可以。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样子放的。对，整个的这个外观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可以，这个美观度也还是可以的，可以，好吧？宁德时代，哎，就是说这就是里面装的就是宁德时代的电芯，核心的元素就是宁德时代电芯。然后我们做控制，我们把控制做完。然后电池的话全部自动，而且这个是可以扩展。今天我们是把这个电池都装上了，明天要把线接上。对，线接上，然后整个逆变器全部接入到小杰的那一层负载上。小杰的是明天中午12点直播到晚上6点，对，然后看上午能不能完工。对，而且我们希望他直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让这组电接入。当然也可以断掉，然后直播事故。对，如果他直播事故了，我们就跪着。是这样的，我听说那个小杰还做很多公益嘛，就是包括给小区的人提供 WiFi 嘛。对，很有爱心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来自深圳的小 UP 主没有4090用啊，你也奉献一下爱心吧。这个好说。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明天继续。明天见，好。照常理来说，我们说明天见，基本这个项目大概1周。我们现在来讲讲小杰家的这个光伏哈，这是他自己2年前装的，自己动手，自己找的。对，这一片我估计 Peter 这一片有多大？这个有150到160吧，然后这边还有一片，这边有个70、80的，然后大概是200平，200多，它200多发电的效率应该是能到20-30下。它是这样子的，它小杰他自己配了一个逆变器，光伏并网的逆变器，那个逆变器是23千瓦。它整个的这个规划上面的光伏板配置也跟这个是匹配的，所以的话就是按照它的理想设计，应该是能够发，就是说光伏板是发23千瓦的这个电，1小时23度。对，但实际上呢，长沙它的日照并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的话就是要打个折扣，可能要打个0.6到0.7的这个系数，算下来就是大概14、15的样子，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下。当然今天还阴天嘛，对，就实际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概是不到6000瓦，现在实时的发电的这个。现在是下午2点钟这样子，应该算是日照比较理想的情况，比较大的，一天里面比较好的时候。所以的话，现在它大概不到6。然后他小杰接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为了自用嘛，就是我们在我们给他装这个 RESS 储电系统之前，他基本上就是每天发的电就实时的用掉，多发呢就传回电网，对，少发呢就是说，如果他现在全屋的负载，他电器的负载假如说是5000瓦，然后他发电才能发2-3千瓦，那就再从电网那儿再补2-3千瓦。对，这套系统能够帮他节省电费，但是不能帮他彻底不用电费。对，他还无法实现就是说自给自足，然后完全离网的状态。他还做不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像 Peter 他们做的这个设备 RESS， 理论上就是白天，比如说你有多余的能量收集起来，然后晚上没有阳光没办法发电的时候，你其实完全可以用离网的，就是隔开电网。如果你的电池组够多够大的话，其实就可以把全屋的电就给撑起来。前提是白天你的发电要大于你整天的用电量，啊，多出来大于输出。对，输入大于输出，就真的可以做到不花电费嘛，自己的电自己发自己用，对，完全自己。但我们实际估算了一下，就是它全屋算它这有3-4层嘛，算上什么冰箱、空调、照明、电器有多少？估计他一天得用个60-70度电，60-70度电，就是从他跟他沟通了解到，一天得用掉60-70度电。那实际上，他这个理想情况下，他的发电也撑不了，可能刚刚好持平，有一点盈余，然后就回到电网。也就是说 ，RESS 这套系统呢，目前针对小杰目前现在的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面积还有效率，只能帮他做到省钱。但是理论上，这套系统如果说你的光伏够大，你的储电的够多，理论上是可以做到，对吧？对，它是这样的。最开始应该是现在这套 RESS 是给它做备电，对，就是万一它有一些什么紧急情况，它有一层这个直播的这个设备，那都可以保证断电，对，还能撑这么几个小时，对。但是你要让这个全屋都依赖这个当下它装的这个容量的电池的话，还做不到，因为第一个容量少了一点，将来小杰他也有意愿把它再升级，有需求的话，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做了可升级的，就是 expandable， 对，可扩展，完全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扩展，对，扩展。这个呢就是传说中的 RESS 的核心部件，就是储能系统是一个系统嘛，这一部分就是它的电池部分。
你打开看，这儿可以写到这个是宁德时代的 Powered by CATL， 对，它宁德时代的电池，它的核心里面的电芯都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磷酸铁锂的电池啊。Model 3还有这个 Model Y 这个国产的，也是用的这一套化学体系的电池。我想问你 Peter， 我很喜欢你这个机架。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开始我们按照服务器设计的，对，就完全我们需要一个，完全可以。别岔开话题了，Peter，这是你们做的产品吗？对，这完全是我们自己。到时候给我们拿一个，我们可以改造，比如说放 PC 啥的。就是这里面是做了专门放电池的嘛，就是按照服务器的规格做的这种类似于机柜一样的东西。没错，就是为了考虑扩展性啊，非常方便的进行安装和组装的扩展。就这一个是个5度电的锂电池的电池，然后这是2块，就是10度电嘛，还可以加3块，额外再加3块，额外再加3，一共5块，就最高有25度电的一个电池，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充电宝。对，这是一个非常大号的充电的一个电池的组件。对，实际上还可以做得更大吧？我看你之前给我看了一个，对，你们有那种给小区和社区做的那种海外集群的，那完全可以给完全没有电网的地方，纯粹铺上光伏就可以自给自足的。是的，上百度电甚至上千度电。我们现在还在安装这个呢，就是构成 RESS 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件，核心部件就是电池。那储能可能还涉及到逆变器 inverter。还有这个电池的都是这系统的一部分，然后包括我们的开关，对，这些开关也是需要有这个特殊设计啊，才好介入到我们的家庭的整个电力系统里面去。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之前听说小杰也是这个，因为他需要这套方案嘛，对，他也去问了一些大厂商，比如说华为之类的。那对这样华为这样的大厂商来说，虽然他们也是他们的业务，但他们可能就不会做给小杰这样的人去做这个方案，为什么？它是这样子，小杰其实啊，你会发现在中国家庭，就是像小杰这样配置的人，首先是不多的。对。第二个呢，就是国内其实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基本上撑起了我们中国居民的所有的用电的这种服务，而且也是比较稳定。中国在全球来看，它的供电质量都能排的，他说第一，他说第二，估计没有人说第一了。对，非常的稳定。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实际上我昨天也问过小杰，就是有没有过停电的情况，肯定也有，一年有个几次。就是对正常人来说，可能还可以接受。就是我们国家以这个基建还有用电，我们已经这种基础的结构已经是世界上做得非常好。原来我在美国，大家以前直播有说过，每年下雪，电线杆子压倒几个，可能几天就停几天的电，这种非常非常普遍。国内的城市呢，尤其是城市化之后的大城市的一些地方，基本上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一年有个几次，可能也情有可原，非常非常少。但是对于小杰这样的用户，就是他要保证他的直播嘛，他对他的电力要求非常高，对电力质量要求非常高。就正常来说，我们家庭停电10分钟20分钟也无所谓，对吧？但是小杰的话，就相当于他的工作受到影响，所以他才需要这套系统。所以国内其实还是有这个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不像欧美那么大。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对于私人数据存储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比方说家里装一个 NAS 啊，或者包括像工作室的这个服务器啊，这些，它就即使我们不做直播工作，我们也是需要这套服务器系统，不能断电的。它的用电质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一旦有这种建设家庭小型数据中心的需求，这个 RESS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必备的，对，一个备电的作用。刚才说到华为嘛，就是为什么像华为这样的厂商可能不会去给小杰这样的用户去做需求，因为很多个人用户啊，它是非规的、非标的，对，不是非规，非标的，就是它的可能设计，比如说每个人的方案可能都要单独定制，那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它只能走标准化。如果说你的用户都是这种不同需求，要专门去定做一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它的成本、它的投入产出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就是像小杰这样的需求，可能就是由 Peter，你们公司可能去承接这种下沉市场、这种细分市场，我们就直接能给他做一些非常，一个是满足他自己的特殊需求，同时我们还可以给他介绍一些我们的想法，对吧？因为我们在这块也做了好多尝试。是。刚才说的是高情商发言，低情商发言就是 Peter 是吃华为的残缸剩饭的，就可以剪掉。我们刚才聊了聊光伏板嘛，
然后就看那个小杰这里的，就是这里刚好有一部分我们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对吧？光伏板前年我们换基地的时候，我们现在那个基地啊，原来我们那个露台我算了就有70-80平，本来我们也想铺70-80平的光伏板。后来算了一下，70-80平要花的这个光伏板的钱，可能因为那房子不是我们的嘛，我们租2-3年的话，本是回不来的，可能要以5年计、10年计，节省的电费才能把这个光伏板的成本收回来，所以我们没搞。也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见到个人像小杰这样的个人用户，有这种比较挺大面积的光伏板去做发电。对小杰来讲，其实他铺这个其实他的经济性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房子按道理说是他自己的。这是这是最核心的，而且他铺完之后，他自己家里的用电器啊，每天能把这些电都用完，全部都能用完，所以说这样子他不需要从电网再额外的再补充太多的电能进来，其实为他家应该至少省了50%以上的电费。就是小杰的负载在下面，对吧？可能家里所有的这个，所谓负载就是所有的用电器，对吧？你的冰箱、空调、水电、充电头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家现在的一支撑这个负载是电网的电，就是国家电网电进来，然后交流电，然后转成你现在用电的这个。另一条呢就是光伏板，光伏板发的电也在给它的负载用，灌入到它的电网，然后不够的部分就由电网来撑。没错。但是理论上，如果说它光伏板实时发电的要大于它的负载，那就不用从电网取电。对。所以实际情况是，小杰昨天跟我们说，他大概是这套光伏板能给他节省1半的电网的电，也就是说，他家现在1半的用电是光伏板解决的，另一半还是要从电网取。对。就是现在的情况只能做到帮他省钱。但我感觉，如果小杰如果他想要从他个人的意愿，我觉得如果他面积够大，他一定会把所有的地方都铺上。也是他的，这样就完全可以自发自用，甚至多一点电。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跟 Peter 聊的，就是它这个效率问题。就光伏板这个东西啊，你看，比如说阴天，或者说这是客观条件嘛，还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下雨之后留一些灰，或者说长时间之后上面有对。也会影响它的效率，就比如说有灰有土。没错，它不仅是效率问题，它还有一个寿命问题。就光伏板，它也会随着你的环境的温度，这个光照、湿度、温度，它本身是一个器件，这个器件也会老化。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所有原因，都会影响它的效率。这个效率不是说你最开始买一个光伏板可能300瓦一大块，但是你用了5年之后，它可能250瓦了。对它不会衰减那么多，但是就是会有一定的衰减，就像电池一样。然后到10年、20年的时候，它不会说就是跟你最开始用的。明白，电子线都会老化，对，它就会老化，它的效率、它的转换效率都会降。这个是从器件本身来讲。然后你刚才说那些就是天气因素，最大的就是光照云层导致的它透光啊或什么。所以在长沙这个地区，它可能因为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光照它是相对充国内相当是最好的吧之一。不，它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反而是在一些高海拔地区是吗？比较好的，比方说青海，这种内蒙古。明白。你看那些光伏农场都是在这些，就有点像那个前年那个水电。对啊，矿场就是跟着水电走嘛，对吧？对，这些挖矿的这些人，水电便宜嘛。刚才说到就是说，真的有这种光伏发电的这种农场吧，是叫农场吧？就叫光伏农场，它就是用光伏发电。它那种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个方案，就是说，如果说上面积了灰，可能能拿水冲一下或降下温。那我们民用呢，就只能等着下雨了。对，民用的按道理说是有类似服务的，能够提供这种服务的，比如清扫这个光伏板表面的。明白。但是说实话，在国内可能自家装的这个东西也不太关注，因为收益问题，就是你光伏农场你这种规模化的东西，你清洁一次可能能提升很高的效率，但是个人住家来说，这个东西是。而且现在就是在这种光伏农场也好，或者光伏发电站也好，他们都是有无人机去巡检啊，他们有定期的派无人机去看这个光伏发电的这个太阳能板上哪些地方遇到了一些问题，就随时去巡检。明白。然后个人用户的话，因为其实小杰这儿他如果他想知道自己这个光伏板上有啥问题，第一，从他的数据上就能看出来，发电不够了嘛，他就飞个无人机上去。看一下自己的哪一块上面是不是有遮挡啊，有这些不干净的地方啊，或者说要清一清，他就可以做。
现在这个通信全都 OK 了。这个通信 OK， 这个通信 OK， 这个电表通信 OK， 跟那个直流电池的通信这也是 OK 的啊。然后现在我们直流电池现在62%。现在那个 RESS 已经装好了，我们在测试它的功能，就是把那个电闸把它合一下，然后就模拟电网的电断掉了，然后看 RESS 能不能把这层能源电撑起来。这种冰箱这种，哎，闪了一下。对，应该是他们那个了。对，应该他们合闸了。也就是说，空调应该不受影响，但是正常的有一些像什么电脑啊、服务器啊，它可能断个几十毫秒。对，这个电只要不续上，不在几十毫秒内续上，它就关机了。对，虽然说电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测试电脑会不会受影响。如果受影响的话，像电脑服务器这类东西，就为什么要接一个不间断电源，要接一个 UPS？ 包括我们那里的那个服务器是这么搞的。一会儿把电网的电断掉。然后让 RESS 瞬间支撑这个全层的负载，然后看会不会出现什么灯闪啊，然后计算机掉电了。对，我们预想的情况是，这个 UPS 会接入，对，然后 UPS 接入的那一瞬间，它会有一个提示，一个哔哔声，然后呢，当我们 RESS 介入的时候呢，这个 UPS 认为失电是恢复了，所以说它的哔哔声提醒声会消失掉。只要这个有，我们整个的验证就完成了。还得做个验证，就是不经过 UPS 看电脑会不会掉，也可以啊，也可以做2个验证。现在我们要把失电给撤掉，现在就是要切换到失电，切换到没有交流电的情况，没有失电的情况，你切呗。好，没有失电。OK， 那还是听到 UPS 感应到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我们现在已经验证清楚了，就是这个。加 UPS 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啊，我们在这儿来回切了好几次了啊。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不要这个 UPS， 对，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接用我们的 RESS 的那个能不能撑起你2台电脑啊？因为你这里还没有服务器，对，它只是电脑。那我们就把 UPS 断掉，然后把电脑先关了。那现在脱离 UPS， 我们直接用 RESS 来保证这里不断电，对，看会不会影响到电脑，比如说失电一断。RES 瞬间切换来，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微小的延迟。没错。那这个很微小的延迟会不会影响电脑关机？对，我们现在做这个测试。哎，等一下，他们没做好。哎，没事。看到了，闪了一下，是闪。其他的都行了，那可以了。所以就基本上功能都验证完了。对，验证完了。回头我们做一个收尾就差不多了。就是没有 UPS 的情况下，纯靠 RESS。对，你电脑也没受到影响。电视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对，那没关系，那没关系。反而观众会提醒你以后直播的时候，小杰你家是不是停电了？RESS 这套东西就是你无感知，就是它起作用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点就是可能小杰别人问10年之后，小杰你那 RESS 怎么样了？不怎么样，感觉没起什么作用，没用。但你不会注意到，其实你这几年就没停电。对，挺好的，就是要这种效果。对，就是这种效果，对，是的。行吧，那我们先录到这儿。这是哪个相机？这是 GoPro， 2个，因为怕它有问题，所以我就用了2个，就只要别都出问题。这万一有人碰了一下，你这就哭死了呗。也还好。那你这个拍了多久了？拍了这个才拍几个月吧。这个才拍几个月，这2个的话拍了有将近1年了。几个月就不搞你，你要是拍了，比如说1年了，我碰一下，你会不会把我扔下去？在斗鱼或者是虎牙直播的那帮主播，我不看他们直播，我看他们的录播，就是传到比如说 B 站或者 YouTube 上，很正常。对我直播我就觉得挺。因为有的时候没那么多时间嘛，对，我随时都可以看，对吧？我们有很多观众是这个样。那个时候不是还就我从小到大没有看直播的习惯，结果自己莫名其妙的。我最早就这是你打游戏直播的地方。对。哦，你这为什么那么多镜头啊？就是每个镜头是不同的作用嘛。这个是俯拍嘛？对，这个我理解。这个是微距嘛？你直播打游戏为什么要用微距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开箱展示一些东西嘛，一些细节。不是只是玩游戏。对，那个是恐怖游戏的那种夜视嘛，它不一样，它这个是完全可以关着灯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它有红外，对红外，对红外，对。然后这个是这个整个相当于广角，这个相当于是脸部，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是你就是卷呗，你换镜头的事儿你全用相机弄上。不是你不可能直播实时的去哦，你要同时用到这么多。对，是的，所以我可以它同时stream deck 可以去直接切是吗？对对，你是它放了你身上对，所有都可以切的。对 R5C 是 R5C 吧？对，它那个红色的。其实我家里面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播，对，所以才有那么多网线口，因为我现在只需要一个网线口就 OK 了，它就可以无损的传输这种画面。小杰，你不是做游戏主播的吗？我是做游戏主播呀。那你厨房弄一个机位是打算播啥？做饭？因为游戏主播他其实不是说完全是游戏嘛，有的时候你也要吃饭，也要别的生活方面的，对吧？然后又有就是有这种场景啊，游戏主播现在都这么卷了，什么行业都不好。因为其实本质上任何东西啊，它都只是生活上的一环，对吧？我们这种打游戏，它也是生活上面的一个方面而已。那有的时候别人对你好奇一下，看看你黄河如果黄河真的在这里待一周，小杰这里绝对会上机柜。那个地方绝对会变成空调房。其实我当时做这个柜子的时候就想了，它里面拆掉的话，我就可以塞个机柜塞在里面。是的，可以这样子。It's a me, Mario。